前言：一扇通往民国48年的时光之窗。各位藏家、艺术爱好者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北山崎艺术工作室。在收藏的世界里，我们往往不是在寻找一件物品，而是在寻找一段回不去的时光。当你凝视这幅由前辈画家赵子安于民国48年1959年创作的油画时，你看到的不再只是颜料与画布的堆叠，而是60多年前那个尚未被工业烟尘覆盖、淳朴而充满生命力的台湾。第一章：时代的印记。民国48年的台湾容颜。1959年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？那一年，8起水灾重创台湾，却也见证了这块土地上人民坚韧的重建力量。那一年，台湾正处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发展的黎明前夕。那时的海岸线没有消波块的阻隔，没有高耸冰冷的水泥堤防。海是生活的依靠，也是生命的延续。赵子安先生在那个物资或许匮乏，但精神世界却极度富足的年代，拿起了画笔，走到了港边。他没有选择描绘宏大的政治图腾，而是将目光温柔地降落在常民的生活场景。这幅画描绘的是哪里？根据地景特质，极有可能是当时的基隆八斗子或淡水河口。请注意画中的细节，那是有着高耸烟囱的木造鱼寮，那是用原木搭建的简易栈桥，那是尚未被消波块与水泥堤防包围的原始海岸。这就是民国48年的台湾。那时候的渔港没有刺鼻的柴油味，只有木头的香气与海水的味道。那是台湾经济起飞前最后一段宁静而缓慢的岁月。画中那座搭建在岩礁上的木造鱼寮，那根冒着炊烟的烟囱，那几艘静静停泊的舢板船，都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。这幅画最珍贵之处在于它记录了消失的台湾。如今，画中的木造栈桥早已被钢筋水泥取代，错落有致的渔家小屋变成了冷漠的大楼。唯有在这幅画里，我们能重新找回那种人与海共生、粗犷却温暖的原始感动。这不只是一张画，它是一份视觉的历史文献。第二章：笔触与光影。赵子安的艺术与绘。细观这幅54乘73公分的画心，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赵子安先生深厚的油画功底。一、厚涂法。impasto 的肌理之美。画家运用了典型的后印象派手法，笔触豪迈果敢。请靠近看那些前景的岩石，它并非平涂颜色，而是用画刀与画笔堆叠出厚实的颜料，模拟出岩石粗糙坚硬的质感。这种看得见笔触的表现方式，让画面产生了强烈的雕塑感与立体感，仿佛你伸手就能触摸到那经过海浪千年拍打的礁石。二、色彩的温度控制。整幅作品笼罩在一种温暖的琥珀色调中，这可能是清晨的第一缕曙光，也可能是黄昏最后一抹夕照。天空的淡黄与浅蓝交织，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营造出一种宁静而悠远的氛围。而在暗部，他使用了沉稳的赭石与深褐，稳住了画面的重心。那一抹挂在屋檐下的暗红，或许是晒前的渔获或渔网，是整幅画的点睛之笔，在原本朴素的色调中跳跃出生活的热情。第三章：收藏的价值。为何老油画无可取代？在当代艺术眼花缭乱的今天，为何资深的藏家最后总会回归到老油画的怀抱？一、时间的沈淀感。这幅画历经了65年的岁月，油画颜料在半个世纪的氧化过程中，会形成一种新化无法模仿的温润光泽，我们称之为皮壳。这种岁月留下的痕迹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，它挂在墙上，散发出的不只是美感，更是一种厚重的历史底蕴，能瞬间提升空间的人文气质。二、不可再生的稀缺性。赵子安先生的那一代画家，受过严谨的日式或传统美学训练，他们的学生态度极为严肃，每一笔都是对现场光影的真实捕捉。随著老画家们的凋零，这样的作品在市场上是卖一张少一张，它不像现代印刷品或数位艺术可以无限复制，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孤品。三、情感的共鸣。对于台湾的藏家来说，这幅画唤起的是集体记忆。或许你的父执辈曾在这样的港口讨生活，或许你的童年曾在这样的海边捡过贝壳。收藏这幅画，其实是在收藏家族的记忆，收藏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连结。第四章：空间美学与展示建议。这幅作品连框尺寸达77乘95公分，属于中大型尺幅，极具分量感，居家陈列，适合悬挂于客厅主墙或书房正中。它那温暖的色调能为现代简约的居家风格增添一抹温馨与故事感，搭配暖色系的投射灯光，能让油画的肌理层次更加分明。
商业空间，若置于茶室、私人会所或总裁办公室，它大气的金色外框77乘95公分，自带贵气。而画作内容的水与船，象指大船入港，满载而归，在风水上更是极佳的招财寓意。对于喜爱台湾本土艺术、文史收藏，或是寻找一件能镇得住气场的传家宝的朋友来说，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标的。结语，留住一段金色的海岸记忆。民国48年10月7日，赵子安先生在画布右下角签下了他的名字与日期。那一刻，他或许没想到，这幅画会在60多年后与您相遇。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。这幅流金岁月港湾记事等待的，是一位懂他、惜他，愿意让这段台湾记忆继续传承下去的守护者。它不只是一幅油画，它是家中传世的宝物，是挂在墙上的历史，是永远不落的夕阳。总结来说，这幅画作是台湾1950年代写实主义绘画的一个典型缩影。它不只是一张风景画，更是一扇通往老台湾的窗户，记录了民国48年那段物资或许不丰裕，但精神生活专注且淳朴的时光。如果您拥有这幅画，除了艺术价值外，它更具有保存台湾早期地景记忆的历史意义。欢迎联系台北山崎艺术工作室，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份流金岁月。